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新加坡特别热闹，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宣布延迟退休年龄了，是不是想让我们一辈子劳碌，到头来工作到死？听到这个词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产生了共鸣，自己苦苦熬到60岁，现在居然还得多干几年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逃脱这场职场牢笼了吗？但现在先别忙着失望或吐槽，因为我要给你一个完全反直觉的观点，政府延迟退休并不是为了压榨我们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为了救我们，是想保护我们不至于掉进长寿贫困的深坑。长寿贫困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简单的事实，随着寿命越来越长，晚年需要花的钱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如果你做不到财务自主，可能真的会在将来的某一天，连吃一碗乐沙都变成奢侈品。所以思考一下吧，延迟退休这件事真的与工作到死划等号吗？这期视频我会告诉你政策背后的真逻辑，以及这项制度会为我们打下怎样的保障。批判政策之前，先搞懂它的真目的。好了，我们先来拆解一下2026年7月1日退休新政的核心变化。我会从3个角度逐层给你讲清楚退休年龄存款变化以及隐藏的福利政策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从第一层开始。第一层年龄红线的法定保障，首先变化最大的就是退休和再就业年龄。2026年起，法定退休年龄将从63岁提升到64岁，再就业年龄到69岁。到2030年，退休年龄目标是65岁，再就业年龄是70岁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绝望，但这里必须纠正一个非常大的误解。很多人以为退休年龄变成了64岁，那就代表政府强迫你必须工作到64岁。真实情况刚好相反，退休年龄其实是职场上的保护盾，并不是强制你得干到64岁才可以体面脱离。它的意义在于，政府规定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，公司是不能因为你年纪大而随意解雇你的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52岁担心被裁，那退休年龄的延迟给了你更多时间继续在职场混好，它是一份隐形的法律保护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你50多岁突然没了工作，这就意味着困境。有了这条线，65岁以下的你能更踏实的过渡，不需要惶惶不安的担心被淘汰。所以说，对担心自己中途被裁的人来说，这项政策可能就是一笔隐形的财富。接着我们聊聊大家更关心的钱。2026年新制度的第2个重点就是公积金贡献率的上调。政府其实早在2026年1月就实施了缴交率的调整，但接下来又宣布延迟退休。这2项政策实际是一套组合拳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让我们多存钱，提前备好养老储备。我们来看数据，55岁到60岁，你的总缴交率会上调到 34%，60岁到65岁缴交率提升到 25%。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？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，很多人并不足够重视储蓄，特别是年轻时候没存够钱，哪天突然需要用，那就真的捉襟见肘了。政府的这波操作相当于强制你去存钱，并且还利用复利来帮你滚雪球。怎么理解复利效应呢？比如你每多存1年，就能让你的账户资产积累指数型增长。1年的延迟工作看似艰难，但这就相当于为你的未来财务打了一层厚厚的补丁。所以你看，每延迟1年退休，这背后其实藏着大量的收益。多存1年，等时间过去，你的退休金每月多出的现金流，会不会改变你生活质量？能不能带来的安全感？最后再聊聊隐藏福利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，2026年的预算案里，政府其实还藏了一份小礼包。这份礼包专门针对那些公积金存款低于 BRS 基本存款额的中低收入者，提供了一次性补贴，最高金额可达1500新币，直接打到账户里。除了这笔补贴，他们还会想办法通过津贴去覆盖这部分人的养老缺口。这就不仅是政策，还是温情。对于那些真正弱势群体，这样的兜底礼包真的是一针强心剂。如果大家想仔细了解这份1500新币的福利详情，欢迎给我评论，我将在下一期为大家详细讲解。当然，有人会问，这些政策真的对所有人都有用吗？是不是某些群体觉得它还是不公平？那我们得细分来看，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件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对中产打工人来说，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不是体力，而是职场年龄歧视以及突然被裁。延迟退休年龄表面看你拉长了工作时间，但它让公司在裁员前需要付出更高成本。比如你到退休年龄之前获得更多法定保障，站在低薪群体的角度，可能很多人觉得自己根本熬不了那么久。这个时候，政府就推出了 TERK 这样贴心的计划。如果你真的体力不行，可以选择灵活再就业，比如轻松兼职减轻你的劳累负担。而高净值人群呢，可能觉得自己不需要社会养老金系统，但延迟退休
让整个社会的老年财务底线变得更加稳固。对你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保障，别人晚年困境的减少，也间接减少了整个社会的风险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新加坡的退休政策为什么值得被信任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很多国家的退休制度是先画蓝图，然后2、3代人都在补漏洞，但新加坡的养老金系统一直以自我造血和小心规划为基础，尽量不给社会拖后腿。胡萝卜先发给你政策的终点线再拉长，胡萝卜是什么？就是的滚雪球效应，还有给你兜底的额外补贴，而终点线再延后一步，就是让我们不被寿命拖垮晚年。别忘了，新加坡人的寿命全球排名第5，如果没有财务储备，80岁之后怎么办？到时候哪怕只是每天花5块钱吃一碗简单的乐沙，可能都成困难。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年龄延后，而是如何在延后的时间里储备好自己的系统保障。最后，我想给大家一个真心的提醒，不管你现在30岁、40岁，甚至50岁，千万不要等到退休年龄真正赶上你了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存够养老钱。比如现在就可以用官网的退休基金规划工具，算算自己还有多少存款缺口，也可以利用 Skills Future 课程补贴，学点未来轻体力兼职技能，为后面的职场生活提前升个级。大家一定记住，政策已经在升级，我们自己也得努力升级，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度的保护下安心工作，并且退休时依然有保障，而不是等到64岁才变成焦虑的模样。喜欢今天的内容吗？对退休规划还有什么疑问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然后点击订阅，这样下次有重要政策解读时，你一定不会错过。我是阿明，大家下期见。